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第271期的亚当球鞋，我是亚当。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一双361度的燃战 ISO。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。燃战 ISO 这一个鞋款有不少朋友都发私信给我，希望我可以测一下，所以就有了今天的这一期视频。希望大家没有等待太久。这一双鞋的外观在361度旗下算是比较普通的，大家也都知道，外观一直都是361度比较拿手的项目。但是这一双鞋的整体外观真的算不上出色，当然也有可能是我手上这一个配色比较偏灰色系而造成的。在配置方面，中底搭载了全掌的 Quick Light， 加上前掌田赋式的 Quick CQ Tag， 在大底与中底之间还加入了一块面积非常大的 TPU 材质，从中足部位一直延伸至后跟，并且在后跟处还进行了上扳。鞋面使用了大面积的梭织材料，加上部分区域的热熔材料补强。单支42码的重量是387克，重量表现还算不错，但是整体的配置我觉得略微差了点意思。毕竟它的发售价要839，现在打完折还要599，这样的配置确实算不上有诚意。在尺码的选择方面，这一双鞋并不偏码，我平时耐克穿42.5，李宁穿42，这一双鞋我选择的42码还是比较合适的，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。球鞋的鞋楦宽度比较适中，大部分的脚型都可以适配，不过宽脚的兄弟穿这一双鞋可能还是会出现侧面这一块 TPU 顶角的问题。宽脚的兄弟如果要购买这一双鞋，尽量还是先去试穿一下，再决定是否要购买。在实战方面，我们还是从下往上来说，燃战 ISO 的大底使用了全掌的点状式纹路，在抓地方面的表现十分出色，在干净的场地上可以做到想停就停的水平。但是大底的橡胶粘性比较高，特别容易吸附灰尘，如果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打球，还是需要时不时的用手去擦拭一下鞋底，才能保证脚底下有够用的抓地力。不过它在耐磨方面的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，在主要受力点位置处的纹路深度还算不错，并且大底的橡胶硬度也比较可观，在硬度级的测试下，度数在70以上，用来打室外的塑胶场地绝对没有任何问题，即使是用来打水泥地也能坚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。这一双鞋的场地适配范围还是比较广的，只要不是很多灰的场地，它都可以应对。而在中底方面，这一次用的这个 Quick Light， 我不确定它是不是第一次被用在篮球鞋产品线上，好像我之前并没有接触到过这一种中底缓震材料。它的整体脚感非常的出色，并且缓震也完全够用。我180斤的体重，即使单纯用脚后跟着地，震脚的感觉也比较轻微。中底的重心控制的比较适中，场地感表现比较一般。但是如果你是突破占比比较多的球员，这一双鞋你应该会喜欢。这一双鞋在它前掌的前端内侧，大概在指骨前端一点点的这个位置处，在这个位置的中底厚度有着明显的削薄，在变向或者是发力突破的时候，你能明显感觉到脚底下的感觉非常直接。这一个设计是非常讨喜的，它在保证了球鞋整体脚感的前提下，还能让你在突破的时候得到出色的反应性表现，真的特别棒。并且它并不像其他的鞋款一样会出现前掌内扣的现象，当你正常站立的时候，它的中底立线完全没有任何问题，但是在你突破的过程中，它的中底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往内侧去引导的过渡。如果你喜欢突破，这种感觉你一定会喜欢。但是它的中底在跑动时的感觉比较一般，不管你是习惯使用前掌跑动还是全掌跑动，这一双鞋的跑动感受都算不上出色。虽然在前掌加入了 Quick CQ Tag， 但是在整体的体感方面并不明显，并没有明显的推进感或者是滚动感。这一双鞋还是更加适合打半场偏多的球员去进行选择。而在中底放置的大面积 TPU 键，很好的提升了球鞋的整体刚性。球鞋的整体刚性表现非常出色，在做一些对抗式的蹬地动作的时候，脚底下的球鞋它的整体姿态能够保持得非常不错，不会出现夸张的形变，并且这一块 TPU 键一直延伸至了球鞋的后跟处，不但提升了球鞋后跟处的稳定性，也让球鞋在中底的过渡方面变得更加的丝滑。虽然它的中底在跑动时的滚动感以及推进感都比较一般，但是中底的过渡还是非常流畅的，前后掌的过渡没有任何的断层感，这一点还是比较不错的。并且它在鞋面的强度方面也有着十分出色的表现，大面积的高强度梭织鞋面，加上球鞋侧面大面积上扳的中底橡胶以及硬质的 TPU 键，不管做什么动作，鞋面都能很好的兜住双脚，整体的支撑表现非常棒。
棒，用来打高强度的比赛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。但是它在包裹方面存在着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，虽然它的静态包裹非常出色，但是在动态锁定方面的表现会比较一般一些。出上脚的时候，整体的包裹非常棒，并且非常的舒适。球鞋的鞋楦属于正常宽度的鞋楦，并不会有像超新星 1.0 Pro 身上那种夹脚的情况出现。但是，一旦你开始打球，在做一些大幅度变向动作的时候，脚在鞋内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位移。虽然在前端它加入了一个类似于绑带的系带系统，但是这条绑带只存在于一侧，而且这一条绑带本身的材质也比较偏软，再加上这一双鞋的鞋头上方空间略微偏大了一些，并没有做出明显的下压，导致了这一双鞋在前掌的锁定方面做的并不是特别出色。好在这种位移的感觉并不是特别的明显，对于实战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，这一点还是可以接受的。而球鞋中后段的锁定做的完全没有任何问题，在急停急起的时候完全不会出现掉跟或者是定脚趾的情况。而大面积高强度梭织鞋面的使用会让大家对于它的舒适性有所担忧，担心这个问题的朋友也可以放下心来。在我这一段时间的穿着下来，这一双鞋在舒适性方面的表现完全没有任何问题，完全没有出现过什么卡脚啊或者是硌脚的情况，只是它这一个鞋舌啊在中间部位略微偏薄了一点，会有一点点它这一个鞋带勒脚的问题出现，但是并不是特别的明显，对于实战的影响并不大，大家可以放心。不过梭织鞋面在透气性方面一般不会有太好的表现，这一双鞋也并不例外。好在它的内部填充做的比较薄，夏天穿它捂脚的感觉也并不会特别的明显，还算能够接受。燃战 ISO 在稳定性方面做的也非常出色，合适的中底重心加上宽大的大底，并且大底在前后掌都做出了明显的外扩，再加上硬度适中的中底缓震材料，穿它打球心里面非常的安心，在做动作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。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A 减，这一双鞋的整体表现非常均衡，在各方面都有着不错的表现，除了前掌动态锁定略微有点不足之外，其他没有太明显的短板。如果你打半场偏多，想要一双在各方面表现都比较不错的篮球鞋，这一双燃战 ISO 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，并且它也没有任何的穿着门槛，也没有位置的限制，不管在场上打什么位置，只要你对于低帮的篮球鞋不反感，你就可以选择它。但是现在500多将近600的价格，我觉得还是略微偏高了一些，后续如果能够降到400以内，它会是一双极具性价比的实战好鞋。 OK，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，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，我是亚当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大家有空来做 Peace。